最近有这么一种面让日本如此的疯狂，我说我这个年代的人就是吃面长大的，这面它能有多好？于是我过来一看，这不又是宽面吗？这也要排队？又到了吃乌冬的日子。它这个呢其实是日本的赞岐乌冬面，而且它连续3年都是日本乌冬面冠军。这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小店，但是呢排队的人非常的多，11点开门，10点就开始排队了。日本人是真爱排队。他家是套餐，朋友点的是他们家的猪肉热汤面，就是那种特别暖胃的汤面。我点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招牌5厘米宽的乌冬面，搭配他们家的天妇罗。乌冬面配天妇罗，匪夷所思。但你要是不喜欢宽的，也可以选细的。不过既然来了，还是体验一下宽面的口感吧。它这个端上来其实真的很像成都的刀削面，服务员会跟你强调这碗面的最佳口感时间只有几分钟，意思可能是让你快点吃。果真还只是单纯想多接点生意。但总之这个东西它一口很难缩进去。现在尝一口酸甜料。口感其实比较接近年糕或者打糕的感觉，就是你嚼下去会非常的扎实，可能是因为它过了凉水，所以你嚼起来会觉得特别的嫩滑，它特别的薄，但是它具有嚼头。吃法呢也有很多，你可以选择蘸它搭配的那种芝麻酱，就是这种口感 QQ 弹弹的东西蘸芝麻酱会特别香。芝麻酱特别的香，甜醋酱就是非常的爽口。它这个蘸面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日本的说吧，我真的很难习惯它那个味道。我们这个套餐里面搭配的是一碗天妇罗盖浇饭，简称天冬，感觉非常有文化。但是你把它拿起来 UFO， 天冬其实不管怎么做都很好吃，但就是单吃的话会比较腻。这个时候你用乌冬面蘸一下酸甜汁儿，那股解腻的感觉像雪中送炭。哇塞，你会突然明白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它里面主要是炸蔬菜、炸蘑菇那些，好吃。川渝人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问了，有没有炸糍粑？那必定是有的呀，但是可能形状有点不太一样。好像也不是一个东西。它里面怎么那么糯啊？总的说这家店还是很好吃的，而且很便宜，感觉还是对得起它宣传那个什么5代传承。春夏过来吃这种蘸水乌冬，身心会非常的舒畅。阿基推荐指数9分，吃烦了日本的高油高碳可以来试一下这家嘎威尔。大家都知道天妇罗在日本有很多专门店，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天妇罗很贵，但17000一位还是把我吓到。不过进都进来了，也不好退出去。只是感觉这种藏得很深的店一般都不便宜。店长说他这家店已经开了15年了，这些比较年轻的也都是他的门徒。餐台的旁边还放了天妇罗认证书，店员正在准备我们的食材，在精心的摆盘之后也会留时间给我们拍照。之后就是给各种食材上粉上香了。在等待的时候给我们上了一碗松茸蒸蛋，不过这个松茸加上鸡蛋还真的挺好吃。第二个端上来的是4道小前菜，就是鲑鱼子和特色鱼冻那些东西，但这个鱼冻是真的做的很精致。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河豚。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店长很耐心的教了我，说是在挤柠檬汁的时候，柠檬汁一定要碰到柠檬皮才行，所以要这个样子挤。然后用河豚肉卷着胡萝卜丝儿、葱还有河豚皮，再蘸一丁点酱油，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味道。不过河豚肉是完全没有腥味的，并且还有一种淡淡的草香，可能这就是高级料理吧。接下来就是各种螺和鲍鱼，这儿开始才是真正的天妇罗。店员这里也会给你介绍每一种食材，在这里盘里面选择你自己想要吃的顺序就行了。先来一个甜虾，天妇罗里面的荤菜一般蘸一点玫瑰盐就可以了，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又酥又嫩。接下来就是蒸鲷，吃完再来一块松茸，天妇罗松茸是真的好吃啊！没想到生蚝都可以天妇罗，我就很好奇，真的有食材不可以天妇罗吗？哦，对了，店长还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儿，好的天妇罗只会在食材上面挂上一层薄薄的面粉，以保留住食材最本身的味道。最后的主食再来一碗天妇罗茶泡饭和一盘美美的甜品。总之就是今天虽然长胖了，但是我的钱包瘦了呀，那不就底平了？阿基推荐指数8.5分。对了，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可以来看我直播。卡哇呀！这2天我在网上看到的这家店，据说辣哭了很多日本博主还有明星。我就去查了一下，这家店在高原寺，是个日本年轻人很喜欢去的地方，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店啊。我一个堂堂正正成都人，怎么能不去试一下呢？这个菜单上面分了5个等级，我们就盲选一个天国辣吧。店长还反复跟我们确认了辣度，我说我是四川人，您放心嘞。但实不相瞒，我现在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店里又有老人在，应该也不会很辣吧？看到师傅已经开始疯狂撒料了，终于上来了，果然地狱不仅有火焰。还有海椒面，这种被火焰烧过的叉烧特别香，表面已经烤得油脆油脆的。因为这个面真的很辣，所以建议搭配一碗米饭。我反正感觉比火鸡面更辣，上面的海带和鸡腿骨也因为被烧过变得很香。再来口厚厚的叉烧，真的是太爽了。我最近因为吃了太多辣了，又熬夜剪片子，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还是不能太放肆，就托朋友从国内给我寄了这个熬夜元气茶，它里面有人参、枸杞、红枣、苦荞，都是对身体比较好的药材，不仅颗粒大，而且量很足，直接吃都可以。熬夜之后第2天来一杯，元气满满，泡出来的味道也很清爽，没有那种苦涩的药味，就很适合我们这种熬夜型人。好了，说回拉面，我们点了2碗面加一份铁板生蚝，一共才花了200多块，吃的非常爽。阿基推荐指数8.5分，你们敢来吗？卡哇耶尔，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可爱的马卡龙，这种少女的味道是真的把我惊到了。这家店还是我在日本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我们先来看看它有哪些口味哈，我数了一下，大概9种味道：巧克力、抹茶、蓝莓、蔓越莓、提拉米苏、草莓和桃子，还有奶茶味道的。那既然现在都来了，我们就直接全点一份吧。我反正特别期待那个蓝莓口味的。好了，上来了，一共9个哈，看我今天能不能把它全部吃完。先来第一个蓝莓口味的，但它其实是蓝莓加草
草莓味的吧。其实我第一口咬下去，觉得它这个口感特别的清奇，我才知道原来马卡龙的壳里面也是有馅儿的，怪不得咬下去先是脆脆的，然后壳的里面是蛋糕的口感，然后再是馅儿那个松软的感觉。这个吃下去第一口的体验真的太丰富了。蓝莓酱在馅儿的最里面，抹茶口味的味道会比较淡一点，巧克力的可可味特别浓，我个人很爱。奥利奥口味还是熟悉的那个味道，但里面其实更像蛋糕。哇，提拉米苏的是真的好吃，酥脆的皮加上奶香，不愧是卖的最好的。再来一杯棉花糖烤奶茶，用棉花糖舀上一勺奶油，也不知道会不会长胖。桃子的味道非常清新解腻，其实奶茶口味也很有特色，它是一种淡淡的甜味，加上一点栗子的味道，吃完的感觉还可以打包一份回家当夜宵。我发现这个打包袋还挺好看，里面还放了干冰保鲜，不愧是日本网红店。回家路上再来一杯冰汽水，阿基推荐指数9分，嘎玩意儿。这样的关东煮店可以多给我介绍一点吗？我真的太爱这家店了。我们的 NONO 肯定又和男朋友吵架了，今天要回娘家，顺便约我吃个关东煮。这家店在有慈呀，是家预约制的关东煮店，这个店面藏的真够深的。进来之后点菜是要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写好了之后递给小姐姐就可以了。为什么关东煮的店员可以这么好看？妈，这当然不是重点。选好菜之后也会剪成小块给你，这么大一碗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满足？就这样一碗，我基本上把所有经典的菜都点了一遍，有海带、鸡蛋、竹轮、魔芋丝、大根、年糕、福袋、牛筋、香肠，还有鱼饼。萝卜是关东煮的灵魂，可以说它是最吸水的一个菜，很多汁水特别入味。再来一个烧一番，它里面的馅儿是芝士，里面是香甜的口感。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魔芋丝，这个多蘸一点汤，呲溜一下，嫩嫩的，我觉得特别过瘾。海带卷的话，我一般喜欢蘸一点黄芥末，就是关东煮都会给的那个黄色的小东西。接下来是年糕福袋，不过这个已经被我咬开了，里面年糕的量你们就自己看吧，一口会爆出来的那种。标准的竹轮要了2份，这个每次都会点。我们又追加了一份章鱼脚，这个算是这家店的特色之一吧。吃多了假如想吃真肉的话，我比较推荐这个牛筋肉，口感 Q 弹，而且薄切入味，最后用一个鸡蛋作为收尾。我觉得能有这样的关东煮店真的很幸福。比方说和男朋友吵架了，或者工作不愉快了，来这儿吃一次，喝上2杯乌龙茶，还有什么事儿嘛？好好吃饭比什么都重要。晚安啦，卡玩意儿。我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变成了旅游博主？就最近突然收到了很多旅游局的合作电话，今天我就被邀请到了香川县的小豆岛上面。其实我是一直都很想来这个地方，今天终于出席了。公费来玩。我们到了第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所以就在旁边的莅林公园歇了一晚上。我发现这个地方晚上的红叶是真的漂亮。据说这个公园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招待我们休息的地方是一个茶屋，这种茶屋是一个典型日式庭园的标配。在这歇一晚上，我们就准备上小豆岛了。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完，我们就要去坐第一班船。我算是理解了旅游博主为什么那么累了。从莅林公园大概坐1个小时的船就可以到小豆岛了。下了船之后，我们就直接去了韩峡溪，这是小豆岛上面最适合赏枫叶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超安静。小豆岛因为是地中海气候，所以这里是日本少数盛产橄榄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在小豆岛上面最出名的橄榄公园，这里也是魔女宅急便的拍摄地。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电影里琪琪打工的那个面包房。电影拍完之后，这个地方也是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变成了卖手工艺品的地方。不过还好里面卖的东西都还挺可爱，感觉拍照打卡还是很适合的。其实我感觉只要是喜欢宫崎骏的朋友来橄榄公园的话，一定会很激动。我推荐大家刚上岛的时候可以先去一下纪念馆，可以来这儿租一把魔法扫帚，这个我就不用多解释了，电影道具拍照神器，拿着扫帚再去各个景点拍照就非常的有意思了。整个公园我玩了一圈下来，我会觉得这个公园非常的魔幻，有点欧洲童话小镇的那种意思，很多极具艺术气息的雕塑，比如这个书上面就记载了从1908年开始橄榄第一次引进日本的事儿。旁边还有一个草本商店，这里面有卖各种香草和橄榄树苗。虽然我知道我带回去肯定养不活，但我就是想买，800日元不买白不买，就万一我养活了，榨成橄榄油是不是还可以赚一笔啊？我恐怕是个天才。对了，在岛上闲逛的时候，有很低的概率可以碰到爱心形状的橄榄叶，就是这种样子，找到这个就可以做成纪念品带回家。旁边还有各种各样的橄榄伴手礼，我比较推荐的是那个橄榄的巧克力，它那个味道很难形容。好啦，总之小豆岛还有很多好玩，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为打卡拍照而生的。阿基推荐指数9分，嘎玩意儿。日本的温泉文化可以说在全球都比较出名。今天我们要探的这家店就是日本情侣都非常喜欢来的，也很便宜的温泉。进门换好鞋，取了票之后就可以去选择自己的浴衣了。我选的是条纹的浴衣和蓝色的腰带，换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女生的浴衣选择会比较多，搞定之后就可以进场了。你别说，它还真的有点像《千与千寻》里面大浴场的感觉。里面的空间其实很大，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厅和小吃店。温泉泡腻了，我们就可以玩把游戏，都是一些日本很传统的民间游戏。你看，像这样就拿到了1等奖，然后就可以选择各种奖品，突然有种穿越回8岁时候的感觉。花10块钱赢了一把玩具刀，旁边还有做手工和捞金鱼这种小项目。我算是明白为什么说它是最适合情侣来的地方，玩个游戏还可以收获满满。温泉泡饿了，我们就吃点东西吧。章鱼小丸子加一个香蕉可丽饼，美滋滋。旁边还有专门休息用的大房间，我就不客气了。这样的浴场在日本还有很多，因为日本是火山国嘛，所以诞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温泉镇。为了争夺游客，也有各自的特色。但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天天泡温泉，所以日本人就研发了很多这种泡澡浴盐。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日本的100年老牌巴斯克林，加州位没有温泉的小伙伴就可以试试这个生姜味的。泡澡之前放一点进去，我觉得在肌肉酸痛的时候特别有用。以前本来会痛好几天的，现在泡了之后直接满血复活，还可以拿来泡脚，有暖身助眠的感觉。现在国内也买得到了，所以这样的温泉体验你可以给多少分？阿基推荐指数9分，嘎玩意儿。Hello 各位表妹，又到了每年大家扎堆过生的这个11月，请问大家都是约好在这个时候出生吗？真的很烦。还有比挑礼物更烦的事吗？然后更奇怪的是，我这个朋友还是个模特，所以我就不能送一些非常土的东西，你知道吧？所以送手办肯定是行不通的了。和
东东讨论了一下，要不就送墨镜吧。这个好好笑哦。这个可能有点过了吧，我们再去书店看看，这有很多可爱的贺卡和画，但这个有点太小女生了吧，而且这个画真的超级贵，惊了。然后更奇葩的是旁边还有卖50刀的，请问谁会买50刀啊？买50刀来干嘛呀？不过还好我们最后想到了一个东西，特别适合送男生。Hello。博朗小猎豹，ありがとう。すごいな。すご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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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德国的一个大牌子，它的刀头是往复式的，方便耐用，比传统的3圈式剃须刀剃起来更快，就非常适合送给那些胡子老是刮不干净的男生。これお風呂でも使えるよ。マジで？防水なんだ。清洗的时候直接拿到水龙头下面冲就可以了。这次的送礼大危机也算是顺利搞定。所以你们会送男生什么生日礼物呢？卡玩意儿，嘿嘿，今天这轮一餐可不简单。今天是被邀请来了一场名媛聚会，虽然我也不知道去了干什么，但是主办方说有很多好吃的。嘿，我就想起了我妈告诉我那句话：免费的饭就是最香的饭。所以我这不就来了嘛。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干干，我的师傅也来了 ，Leech People。今天感觉来了很多熟人，不过我越看越奇怪，今天全场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的嘛。不过无所谓了，这是一个富婆美容仪的体验会，现在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型博主见面会。反正我是过来吃东西的，不过难得的机会还是体验一下富婆的玩具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今天的主角，高阳市2代美容仪，真正的富婆美容仪，真的很富贵。会场的甜点我也都帮你们吃过了，不愧是富婆的生活。也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富婆可以看穿我的逞强。其实，在日本这样的新品发布会还是有很多的。结束之后还有一顿丰富的晚餐，这是一家意餐。其实意餐大家应该都懂，虽然好吃还是好吃，但就是你吃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前菜大多是鱼和蔬菜，第一道主菜是奶油焗饭，奶香的米饭配上酥脆的鱼排，这个非常高级。第二道主菜就是牛排了，5分熟真的巨好吃，里面的汁水非常多，咬下去外面是焦焦的口感，然后汁水一下子爆发在你的口腔里面，再配上一些酱汁和芝士土豆泥，我又好了。最后的甜品是奶油布丁，可能这个摆盘就要值100块吧，甜而不腻。你看这个像不像你摇晃的肚皮？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我爱富婆卡玩意儿。自从上次浴球的视频火了之后，我就从国内订了超大一箱的浴球过来，超重。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当当。首先是他们家的 No.1， 买之前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特别可爱，闻起来也是甜甜的那种，叫彩虹屁。然后这个是牛油果浴球，这个造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别的我还买了一大堆的沐浴油，主要是看到之前欧阳娜娜也在推荐这个，就忍不住剁手。接着这个就是我今天最期待的巧克力盒，包装还挺有质感，里面的东西还算丰富，主要是10种转转浴帽，还送了一个专门的泡脚桶，是不是在办公室也可以泡脚了？而且据说每一颗的气味和作用都不一样。正好今天也是在名古屋出差，就一起来看看日本的温泉酒店长啥样。一般来说男女还是分开的，然后就是在进池子之前一定要先洗一遍澡，接着就可以泡一个美美的温泉了。不过不知道你们泡完澡会不会像我一样，真的瞬间就饿了。这种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走吧，深夜觅食，什么炒饭、小笼包、生煎包一个都不能少。减肥的事儿明天再说吧。哇，话说生煎包你们喜欢吃哪种馅儿的呀？怎么吃回来感觉还是猪肉最香？吃好了就回酒店吧。我发现几乎每个日本酒店都会有这种洗衣房和漫画屋，然后每一层都还会有吸烟室和制冰机。不过这种温泉酒店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一般会有专门卖冰牛奶的机器，几10种口味随便一挑，泡完温泉来一杯这个真的一发入魂。好啦，逛完了就回房间吧。我们来试一下刚才的泡脚球，现在整个房间都是淡淡的桃子味儿，里面每一颗都有不同功效的精油，真的太适合我们这种每天都到处跑的上班族。泡完这个之后特别缓解疲劳，又可以睡个好觉了。晚安，卡玩意儿。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很多来日本玩的朋友们只知道秋叶原，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另一个2次元狂热聚集地——中野百老汇。其实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昭和版的秋叶原。这里的特点是手办极其便宜，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很多老番周边，这里很多形象都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有的。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龙珠、灌篮高手还是悠悠白书？这里面总共4层楼，2、3、4楼是各种各样的手办店、玩具店和漫画屋。最让我觉得致命的是，这里居然有很多文字冒险游戏店。还记得那个夏天抱着 PSP 玩文字冒险游戏的时光吗？是我们90后的共同记忆了。我发现这里真的非常适合学生党来逛，只要你有时间，这里一定能淘到你想要的宝贝。几10块钱的盒装手办，它不香吗？所以这里真的是日本复古玩具爱好者的天堂，并且除了很多复古产物之外，这里也有很多新番周边，所以宅们来这里也不会闲着。动漫迷们就放心来吧，阿基已经帮你们看过了，来这儿就不可能空手而归。心爱的玩具，跟我回家吧！真的比秋叶原便宜了不少，难怪会有人说这里是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宝藏之地。别说2次元手办了，这里你越往深处走，越能发现一些硬核限定款。对了，最好不要让你的男朋友看到这些袋装手办，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钱包。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和牛在日本很出名，但是这种真空低温烤牛肉我还是第一次吃。今天我们就来多吃点肉。这是一家会员制餐厅，每个月的套餐都不一样，也不能点菜，就你进来坐着之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般来说是11道菜，今天的第一道菜是牛尾汤。哇，这种香辣的东西真的很开胃。这里旁边还配了一个小册子，每道菜应该配什么酒都写得清清楚楚。不过我喝不来，那还是算了吧。第2道菜叫爆蛋菲力，这里面搭配的食材就有点多了，加好酱油之后我们就一口吞吧。这个的口感就很丰富，先是糯口的牛肉，再是芥末和山药的清爽。第3道牛腹肉就很满足了。我觉得和牛还是要吃这种大块的才好吃。老板说这块和
牛是通过65度的低温调理过后，配上蛋黄和酱油，最后配上特制的泡菜和牛腿肉搭配而成的。下面这道菜是牛肩肉，是牛身上我最喜欢的一个部位，脂肪比较多，所以口感很醇厚，还可以浇上甜辣酱和柠檬一起吃，感觉和牛还是应该这样吃。不过说回和牛，为什么和牛要用低温调理呢？我去查了一下，大概就是说和牛的蛋白质在超过62度之后就会开始变硬，低温调理才能保留住和牛最美味的肌酐酸。但是光吃牛肉也吃不饱，还可以再来一碗牛肉拌饭。但是你们知道最夸张的是什么吗？这家店居然可以免费加肉。等一下，我没听错吗？和牛免费加？对不起姐妹们，减肥计划暂时搁置一下吧。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份香草柠檬冰淇淋，这样的和牛你会来吃吗？嘎玩意儿！我最近不是在网上买了个床吗？今天就一起去买个床垫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来买床垫，在国内的时候都是老妈早就买好了。哎，看了半天也不知道选哪个，最后还是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反正到时候回国这个东西也不会要了。然后我提着床垫去问了一下服务员，这个床垫卖300多，如果需要配送的话，配送费是400多。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给你比个大拇指吧，还是自己提回去吧。在这里好像只要涉及到人工费用就会很坑，但是上路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填饱肚子。床垫这么大也提不进去，我寻思这么大一个东西应该没人会偷吧。今天我们就吃一个天妇罗吧。点好菜之后心里还是有点虚，以防万一还是看一下东西还在不在。好，可以安心吃饭了。这个天妇罗套餐里面有鸡蛋、鱼、茄子和虾，还有一片不知道是什么的树叶。话说你们知道吗？天妇罗居然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其实最早是葡萄牙人引进的，而且天妇罗3个字都是葡萄牙语，最后反而变成了日本的特色料理嘛。不过好吃就行了。果然炸虾还是要就着糖心在一起下饭才好吃。走吧，吃好了就继续上路。因为骑了个自行车，所以我全程都是这个状态，太想念国内的配送了。好了，到家，但愿今天可以睡个好觉吧。晚安，卡哇伊儿。经常听到有人说在日本工作压力很大，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日本柜姐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是马路马路在二子玉川的概念店，花和礼物相结合的一家店。忙しいです。今何をしています？今はお店の商品の準備をしています。小川说他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商品，然后就是准备店里的各种花，因为花也是这个品牌里面重要的一环。生のお花と苗のお花両方ご用意してます。不过这种卖童装的店为什么要卖花呢？而且现在都开始流行送干花了吗？我想可能这就是有钱人的爱好吧。ママへの感謝の気持ちやお疲れ様の気持ちを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整理完花之后，小川就要开始今天的服装搭配。没想到吧，童装现在也需要搭配了。你别说，这个还真的有种高级感。听小川讲了之后，我怎么感觉小孩的搭配比大人还复杂？また3色新しい色が入ります。除了裙子的搭配，男孩的衣服也很重要。我就想说了，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好看的衣服？然后他家还有这种人气礼盒，这也是店员每天的必备任务。这个真的超级精致有没有？还有一些可爱的东西，像是这个干花小纸片，而且上面这些字居然是手写的，厉害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可能这就是有钱人的礼物吧。好啦，听说9月还有一批新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所以这样的工作你会做吗？卡玩意儿。朋友们，我终于出席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个日本女生约出来。今天我们就来问一下关于日本女生的那些传闻是不是真的，那就直接开始吧。传闻1：和男生去吃烤肉就代表一定要交往吗？日本は一緒に焼肉を食べても付き合うことはない。友達でも一緒に焼肉は行くし、女の子からも誘うし。でしょ。噂ですね。传闻2：日本情侣都 AA 制吗？いつも割り勘ですか？あんまりないと思う。むしろ初めてだったら男性が出してくれることが多い。出しますよって言っても、あ、いらないよって。もう払ったよとか。你看吧，还是传闻。那传闻3：日本女生不关心老公有没有房子。全く気にしたことがない。結婚してから家は買うものかもしれない。子供ができて家狭くなったね。新しいお家を建てようかなのか。多分一生建てない人も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ずっと賃貸で。这个传闻确实是真的，很多的日本家庭都愿意租一辈子的房，宁愿租个大一点的公寓，也不愿意买房。所以说日本女生其实也没有像营销号里面说的那么邪乎。不过今天的番茄酱还是挺可爱的，我觉得我应该还会再约她出来吧。所以在下次约她出来之前，一定要好好护肤了。最近用了很多护肤品，最后还是喜欢Coco他们家。我之前就分享过他们家的小鸡蛋面膜。敷之前先把面膜上的精华涂在脸上，主要是眼周和法令纹。敷完面膜还有很多精华，可以再敷个脖子，敷完感觉很舒服。好啦，你们说我下次和他见面可以做些什么呢？你们来决定吧。晚安，卡哇伊儿。日本的物价高吗？非常高。走吧，今天我们就来看看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650块能够在超市买到什么。先来你们最关心的西瓜，230一整个。不过我一般只买一牙，30块钱。桃子49两个，苹果25一个，小葱18块钱一把。这种尖角42块钱一盒，烧麦20一盒，纳豆8块钱3盒，酱油36块钱一瓶，现成鳗鱼180块钱一条，腌制好的鲑鱼42，鲷鱼45。这种鲑鱼籽和酱油加在一起超级爽，74一盒。有没有喜欢吃牛肉的小伙伴呀？这样的一小块日本黑毛和牛就要158，美国牛排就比较便宜，52块。猪肉一盒43，牛奶15一盒。我经常买的牛奶派10块钱一个，芝士蛋糕20，日本人最爱的杏仁豆腐也来一个吧，22。好久没吃香肠了，27一袋。寿司其实分很多种，一人份大概就是68块钱一盒。但我今天突然想吃这种大阪香寿司，这个看起来还有点可爱。便当一般就是40-50块。有没有觉得日本便当都很精致？这是我最爱的猪蹄，35一盒。
多。烤鸡肉串每串10元，方便炒饭，味道还可以。38，烤布丁15，巧克力必须有19一个。我基本上每次来超市都会买个5、600。结账的时候那个才叫一个心痛。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像 Switch 这样的日本本土品牌可能会便宜一些，但其实加上关税和邮费还是很贵。现在正好是拼多多100亿补贴节，神仙水只要600多 ，Switch 也只要2300多了，而且都是正品，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或者直接搜索30009就可以看到啦。说实话，真的很羡慕国内的你们。哎，等一下，听说国内物价现在差别也很大，你们那儿还好吗？卡哇伊儿。寿司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日料。今天我们谈的这家既不是米其林，也不是什么路边小摊，进店先来一份金枪鱼的脸和头。我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牛肉，头上的肉脂肪很少，没有一点鱼腥味，脸上的肉就稍稍肥美一点。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脸。哎，金枪鱼刺身来了，鱼身的肉是一定要点，鲜甜没有腥味。正好我们的汤也上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用鱼肉做的鱼丸，里面居然加了杏鲍菇和海带的碎末，怪不得口感这么清奇。然后这碗汤用的材料大家可能看得出来，我就不说了啊，只能说味道又鲜又腥。喝完汤再来品品这个白章鱼，我感觉我在嚼一坨胶泥，口感太奇怪了。甜虾也上来了，甜虾的口感就是浓稠鲜香，百吃不厌。喜欢虾的话也可以再来一份红虾，红虾的口感非常 Q 弹，回味无穷。当然怎么可能少得了炙烤鳗鱼，这是他家的顶级特色，厚切鳗鱼寿司。这个我真的太馋了，一整块鳗鱼，一口还是很难吃完的。趁着我们还没有腻，三文鱼安排上。不得不说这家店的寿司肉还是很多的。对了，青花鱼和生姜一起吃真的太美味了。如果吃了这么多都没吃饱，那就点一个烤鱼寿司吧，特别管饱。好啦，你们爱吃什么样的寿司呢？卡哇伊儿。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欢吃鳗鱼饭，我们今天就探一家稍稍正宗一点的鳗鱼饭专门店。进门还看到了可爱的鳗鱼饭做法插画，这家店真的是只卖鳗鱼饭，连别的配菜都很少。店员上了一杯热茶和一杯冰水，说吃之前喝一杯茶是清理味觉用的。这家店连放筷子的都是小鳗鱼，先上了一份鳗鱼玉子烧。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淋了一层鳗鱼汁，没想到夹开之后里面居然有一整块鳗鱼。这种玉子烧我还是第一次吃，鲜嫩的鳗鱼加上鸡蛋的香味，味道还是非常独特的。再来一碗这个蒸蛋，当然这里面也是有鳗鱼的，鸡蛋是和鳗鱼一起蒸的，所以蒸蛋里也带一点鳗鱼的鲜味。我们点的鳗鱼饭也开始烤了，先上的是小份的普通鳗鱼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是我点的特级鳗鱼茶泡饭，茶泡饭在鳗鱼饭里面也是一种常见的吃法，这种吃法味道也会比较丰富。不过因为第一次来害怕吃不懂，我们还是请来的服务员为我们讲解一下。大概就是说要分为4个步骤吃，第一遍就是最普通的吃法，我已经闻到肥嫩焦香的鳗鱼味了，这种炭烤的味道就是很香。第2碗我们就用茶泡饭，茶只需要盖到碗的1/3就可以了。喜欢喝茶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这种茶有一点点抹茶的味道，但又比抹茶清淡，正好中和了酱汁的甜味。鳗鱼本身很软糯，加上很强的炭火香气，最后再带上一点茶的芬芳，不得不说这个味道还是很高级的。唯一的不足就是分量比较少，但总体感觉餐厅的环境、服务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哇伊儿。吉野家这个新品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今天打算出门采购一下。采购之前呢，当然还是要填饱肚子，所以我今天打算吃爆吉野家。这次的新品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这次旁边还加了个迷之漏勺，我目前还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不是这个蛋不是就漏下去了吗？哎，不管了。像日本这种盖浇饭呀，一旦加上生鸡蛋，味道就会变得很新鲜，特别是里面的牛肉，哇，更别说这次是牛肉加猪肉加鸡肉，豪华3重奏。那把蛋倒上去，然后再适当的搅拌一下就可以了。いただきます。还加了一个我每次都会点的鲑鱼，都说吃鲑鱼对身体好，营养搭配嘛。不过话说回来，这次的吉野家新品我是真的很满意，味道真的超级正宗。我有些时候觉得我真的就是一头猪，我吃完了整整1大碗，但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饿。我们真的不能再吃了，我们先逛街好吧？先来把今天该买的都买了。不好意思，阿基已经闻到了味道，快乐夹心饼干一样1盒吧。我听到了巧克力派的呼唤。再买盒面膜就回家吧，实在太热了。我发现这个东京生活馆其实也就那样，就是一家环境比较好的药妆店而已。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家换衣服，太热了。到家了就开始做今天的日常护理吧。这是我最近经常用的 LM 面膜，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里面含有日本倍长炭，吸走你脸上脏东西的同时，它还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的感觉，贴合性会很高，这样不管是打游戏还是吃东西都不会掉下来。我个人感觉对于我们这种平时比较抗拒贴面膜的人来说，这个还是挺适合我的。而且这个黄金棒还可以进一步的提拉紧致肌肤。为什么我做完护理天都黑了？你们知不知道天黑了要干什么？那当然是吃晚饭。Oops， 我们先要一个担担面，然后再要一个肉质饺子。Surprise！ 你们不要误会了，我去买这个鸡块完全只是因为麦当劳出了新的蘸料——玉米味的沙拉酱，浓浓的玉米味真的太神仙了。好啦，主食来了，满满的12个煎饺，辣油肯定是不能少的，再给饺子裹上。对了，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大众饺子酒厂，饺子就是他们家的特色菜。我觉得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饺子里面的肉特别的丰满，一口下去全是肉和汁水。这个担担面好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没有臊子的担担面怎么能叫担担面？正想这样吐槽的时候，原来人家在汤底下。呲溜溜，好的，明天开始减肥。卡哇伊儿，我们现在要去夏北泽。走吧。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夏北泽的宝藏商店，走，冲呀！
美好的一天从快乐水开始。按照惯例啊，我们还是先来逛一逛古着店。这家店每件衣服都只要45块，你敢信？听说今年好像很流行这种工装衬衫，这样我去上就像个包哎。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终于到了。这是我在下北泽最推荐的宝藏商场，就在本多剧场的1楼。其实它也不叫商场吧，这里更像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潮玩集市。这里面就是一个大迷宫，真的每次来都不一样。你看这件宝可梦短袖，我真的太爱了，快看一下价格，3900，再见。我操，这个哈利奎恩也太可爱了吧！其实这儿衣服还是很多的，这个蜘蛛人偶可以说是我的童年阴影。这里还有很多小众偶像周边，给你们看它为什么叫迷宫。这种地方居然有条路，穿过来就是一大片的游戏周边。对不起了，卡比，我居然找到了飞天小女警，突然好怀念。穿过这片区域，后面就是一大排的漫画和杂志。这本儿童读物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失落的一角》系列，就算到了现在，我也是强烈安利。旁边还发现了柯南的周边，不过像柯南这种国民级动画的周边也是相当的贵。糟了，我好像看到了比宜家鲨鱼更可爱的莎莎。好吧，我这个该死的渣男。话说，真的会有人买这种衬衣吗？这种小盆栽好像可以种出黑松，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买一个回去看看吧。总之，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这里大部分都有。想要在这儿逛一下午，真的太简单了。所以啊，放假了不知道干嘛，就来这儿吧。好啦，今日份的探店结束，去找点吃的吧。不过说回来，沙北泽的小店真的很多，选择恐惧症的朋友们在这挑吃的肯定有点麻烦。祝你们一切顺利，快乐的一天就以小火锅结束吧。对了，我差点忘了好久没来的阿基推荐指数，今天这家店你们可以给多少分呢？我反正觉得9分，啥玩意儿？你们知道拍视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包括你的偶像。但我现在是真的很紧张，今天可是要去见千万级别的博主。小梁，西西，第一次看到你。我觉得吧，美食博主进店不先去美食区，对观众的不尊重。我们直接抄捷径吧。这个好可爱。我们到儿童区了。哎，莎莎，你怎么会在这儿？帮你挠挠肚皮就跟我回家吧。为了控制人流量还得排队。我们总算进来了，先来一个招牌三文鱼，减肥就喝矿泉水吧。杏仁巧克力再来个，薯条烤鸡肯定不能少，不愧是一群美食博主。先来个布丁唤醒味觉，来吧，开干吧，戴上手套，你我就是朋友。这么大只鸡，我们要先从哪儿下口呢？那必须是最嫩的地方。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其实宜家的烤鸡不管是从肉质还是口感来说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鸡胸肉，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什么油水，所以很干。原味鸡，还有他们家的三文鱼，你们一定要点，腌的太好了。平时吃三文鱼寿司我吃2个就腻了，这种腌的三文鱼我可以吃1盘，味道会比较单调。这是我宜家最爱的甜品，杏仁巧克力蛋糕。虽然里面没有什么真的杏仁，但杏仁酱的味道真的很香，根本停不下来，有没有？吃饱了之后还可以带着莎莎逛一会儿宜家。我发现我今天是在当电灯泡的，我只有和我的莎莎相依为命了。好的，我已经把莎莎迁移到我的户口名下了。今天又吃了很多，你们也要好好吃饭。晚安，给了给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来日本买礼物的话，你们还在买白色恋人吗？千万别再买了！1分钟告诉你们如何在日本选购零食。首先就是这个烤布丁蛋糕，吃起来特别糯。喜欢薯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3倍厚的薯片，还有这个鸡蛋螃蟹仔，鸡蛋包裹着每一个小螃蟹，真的口感无敌。日本还有很多这种便宜的零食，每一包价格大概就5、6块，非常方便带回国。不过你在日本买零食，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东西，比方说像这个辣椒味的巧克力。不过说句老实话，日本的零食真的太丰富了。这款红到发紫的香蕉蛋糕、白雪草莓、哆啦 A 梦奶油派、限定樱花饼、可爱的猫猫茶、芝士酥，都是我觉得还可以的。今天我就买了这一大筐回去给大家尝尝，又花了我200多，真的很羡慕你们在国内可以用骑士卡，支付宝直接搜索骑士特权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在国内的711、罗森、盒马鲜生里面都可以打7折，美团、饿了么也是7折起。买零食的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好的，到家，先来看看这个烤布丁芝士蛋糕，丰满的蛋糕加上浓郁的布丁味，一口一盒应该没问题。再来这个鸡蛋螃蟹仔，吃起来就是一种嘎吱脆的感觉，有一种迷之香甜。这袋鱿鱼丝也是来岛国的必选，晚上刷剧也不用担心嘴馋了。然后就是我强烈安利的3倍厚的薯片了，这个真的是我现在最爱的薯片，超级香，特别适合晚上一个人吃。最后再来一盒小只巧克力棒送给隔壁家小孩吧。我现在真的好想念在国内的日子，用骑士卡吃东西真的很省钱。必胜客、COCO 这样的品牌都是5折起。好啦，还有什么好吃的零食欢迎补充哦。阿基推荐指数8.5分。朋友们，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呆萌哥。这会儿去他们家蹭饭，虽说是蹭饭，但也不能空着手去啊。哇，这也太便宜了！我爱内脏，看起来也不错。对不起了，呆萌哥，贫穷的我只能买这些了。应该就是这儿，是这儿吧？Hello，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呢。这真的是男生的房间吗？为什么我的房间就像贫民窟一样？呆萌在认真做菜，我们就不打扰了。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玩的。一柜子的单反就不说了，居然还有这么多手办。哎，这是什么？这么厚一本？好吧，原来是一本讲设计的书。其实非要说日本的设计的话，虽然说不出个为什么，但就是觉得看着舒服。可能还是因为我太土了吧。来看一下呆萌哥耗时1个半小时打造出来的杰作，真心给佩服了。先来一个买的鸡胗。
いただきます。哇！我只能说呆萌哥的手艺比吉野家的手艺还好。那个啥，我可以在这办张卡吗？不仅有鳗鱼，还有猪排。说句老实话，我怎么越吃越感觉像上刑场前的最后一顿餐。啊，我真的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了！不要再给我加了，不要再给我加了！呆萌哥一直在给我加菜，好像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对了，最近我有个朋友，你要不要认识一下？我干嘛认识？我不要。真的吗？我家楼下的烤肉店居然开门了，什么鬼？今大丈夫ですか？2名です。我们先要了一个内脏拼盘，然后直接要了2份牛舌。这家店的特色就是大肠和牛舌。你看看这个烤到一半的牛舌，还没烤好，牛背就来了。我突然感觉我来吃烤肉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牛舌的表面已经烤得脆脆的了，这种时候就是最好吃的。这家店最神奇的是，他们家居然有四川辣油。我吃进去那一瞬间，我真的。牛舌就是越新鲜越紧实，这个是他们家的秘制牛小肠，里面的脂肪比较少，肠壁上的肉会比较厚，再来个刚烤好的脆骨，这个的口感真的超无敌。大肠也烤好了，这个的脂肪就很多了，还没夹起来就闻到了里面脂肪散发出来的香味。你看这个油水，就问你们香不香？我现在只想被这个油水淹没。离开成都之后，真的好久没有吃到过家乡的味道。再来一个，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肉再烤的焦一点，像牛舌这样的，我反而觉得越焦越香啊！我好了，猪肩肉也烤差不多了，烤肉下饭，碳水炸弹，我不胖。谁胖？最后再来个嫩嫩的猪心吧。老板看到我在拍视频，还给了我一点他们私藏的魔鬼辣椒面，这个千万不要蘸太多了，比成都海椒面还辣。所以不要以为什么日本人都不吃辣，偶尔还是会碰到硬核日本人的。这是最后的牛背，油花分布的相当均匀，烤到5分熟，奶香浓郁，嫩出天际，非常的押韵。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能做个好梦，晚安，各位。朋友们，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呆萌哥。这会儿去他们家蹭饭，虽说是蹭饭，但也不能空着手去啊。哇，这也太便宜了！我爱内脏，看起来也不错。对不起了，呆萌哥，贫穷的我只能买这些了。应该就是这儿，是这儿吧？Hello，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呢。这真的是男生的房间吗？为什么我的房间就像贫民窟一样？呆萌在认真做菜，我们就不打扰了。看看他家有什么好玩的。一柜子的单反就不说了，居然还有这么多手办。哎，这是什么？这么厚一本？好吧，原来是一本讲设计的书。其实非要说日本的设计的话，虽然说不出个为什么，但就是觉得看着舒服。可能还是因为我太土了吧。来看一下呆萌哥耗时1个半小时打造出来的杰作，真心给佩服了。先来一个买的鸡胗。いただきます。哇！我只能说呆萌哥的手艺比吉野家的手艺还好。那个啥，我可以在这办张卡吗？不仅有鳗鱼，还有猪排。说句老实话，我怎么越吃越感觉像上刑场前的最后一顿餐。啊，我真的吃不下了，我真的吃不下了！不要再给我加了，不要再给我加了！呆萌哥一直在给我加菜，好像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对了，最近我有个朋友，你要不要认识一下？我干嘛认识？我不要。真的吗？我这也太倒霉了吧！一大早就被学校叫去义务帮忙。学校的通知说我们拟定的开学时间是9月份，然后打开手机日历看了一下，现在才4月份。叫你帮忙其实就是帮学校分发健康包。好了，速战速决，今天午饭就吃泰国肉末饭吧。看不看？泰国阿姨人真的超好。我家楼下的热狗面包店居然开门了，来个巧克力的吧。今天上午忙了这么久，一个便当肯定是不够的。来看看超市里有什么吧。这个猪蹄看起来还可以。再来个蛋糕吧，关注我，每天胖3斤。最后再买个果汁就回家吧。到家第一件事是必须洗手。我一直都觉得全家的果汁真的很甜，所以我一般会加白水冲淡一点。本来我想再来个做作的摆盘的，但这几个东西风格实在太迥异了。先吃我最喜欢的肉末饭吧，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吃不腻这个肉末饭。蛋黄一定要和饭和在一块儿吃才好。在日本待久了，对生鸡蛋还有半熟鸡蛋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这个猪蹄看起来还是有点料啊，感觉肉还是很多的。现在在日本还有卖卤猪蹄的地方真的很少见了，也不知道为啥最近超市也开始卖卤猪蹄了，可能是日本人的口味越来越中国化了吧。最后一个，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最近越来越胖了吗？居家隔离久了，只有甜品和碳水才能填补我的心灵。高油。